你老板跟你说没说过这个 feedback？ 就是 you need to be more vocal in meetings， 或者是 you need to speak up in meetings。说白了就是嫌你的存在感不足。但你一旦到这个会上坐下来呀，你这个心跳马上就上来了，然后脑子里头就想，我之后说点什么呢？我该用哪个词儿呢？然后你又想到你老板跟你说的这个 feedback， 你又觉得不说呢，你心里又紧张。好不容易终于来了一个你懂的话题，你就在想什么时候我插这个话呢？然后这个话题就过去了，你又没说上话。然后这时候你回家路上又回想起来你老板给你这个 feedback， 你就不停的内耗，就担心你的老板对你的印象越来越不好。今天我就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他可能是咱的大脑啊被3件事给卡死了。我是麦克劳里，前亚马逊总监。我在亚马逊的前8年升了4次，升到了 director。在 middle level manager 到 senior manager 这个升职的时候，就大概是17到19年这个左右。在这个时候，我老板也给了我类似的这个 feedback。那我今天就讲讲我当时是怎么把这个事儿分成几步解决的，希望呢这个能有点帮助。我先说第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最近比较流行说的这个前额叶管理，就是我们大脑有个地方叫 prefrontal cortex， 它就是前额叶。常常说这些前额叶受损啊，保护前额叶啊，这我倒不是特别懂哈，但我知道这个前额叶它主要负责的是逻辑推理或者做决策。但是它这个前额叶这个组织有一个致命的 bug， 它就是它虽然算力很强，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前额叶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当你使用它的时候，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它就好比我们的 CPU， 其实干好几件事。第一个呢，就是 what to say， 就是你说啥。第二个就是 how to say it， 就是你怎么说。第三个就是 when to say it，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个话插进去。那我们非母语者跟母语者的区别在哪儿呢？母语者的优势啊，就是它这3件事大多数都是肌肉记忆。它其实不是靠前额叶去做这个事儿的，靠的大脑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是 Broca area、Wernicke area， 或者是 motor cortex， 它这些大脑的部分呢，其实是专门做这个语言的组织和语言的输出的。那这些部分其实干什么的，我们也不用分得特别清，你就知道这几部分不需要占用你大脑所谓的带宽或者内存就能输出，所以它可以边想边说，也就是英文所谓的 they can think on their feet。那非母语者呢，我们就天生有个劣势。就是我们需要调用语法，我们需要调用发音，怎么遣词造句，而且我们其实都是在用这个前额叶去做这个复杂的决定。我们 CPU 的使用率就直接给干满了，对吧？就是在神经科学，它就叫 cognitive workload， 或者你也可以叫 cognitive overloaded， 就是我们在接收信息上碰到了一些瓶颈，然后这个瓶颈就是因为我们前额叶它本来不是干这个事儿的。这只是第一部分啊，这个第一部分单独呢，它其实没有那么可怕。最可怕的还有另一个部分，这个插播一下我这个 Maven 上的职场沟通升职训练营。训练营呢，就是我把从亚马逊 Director 这个角度，把我8年升职4次，然后我也升过100多个人，面试过300多人，这些经验话术，包括英文职场的沟通的升职的规则、潜规则，都打包成了这个课，然后放进这2个周末，让你短期冲刺在这个英文职场上能有一个质的飞跃。最近这个 Maven 的平台啊，搞了一个100大讲师的这个活动啊，小弟也有幸入选。我基本上这个课在这个 Maven 这个平台就是 top 20啊，然后整体的这个评分课基本上就是5.0、4.9这个左右这么一个评分。不管你是想加速你的职业生涯，还是工作你们能看清形势、减少内耗，这个课都能有对你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个链接我就放在这个视频的 description 跟评论区。这个部分呢，在我们大脑里头，它叫杏仁核，也就是杏仁体，它英文叫 amygdala。它像是什么呢？它像是一个保安或者是一个看门大爷。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去哪儿爬个房啊、爬个墙、上个房，就是你经常会碰到这种大爷。这种大爷啊，就是他碰到什么事儿他都喜欢教训你，因为他唯一的工作就是保护他所管理的这一个楼或者是一个小区，所以他看着任何一个小孩调皮捣蛋，他都会叫住你，他会把任何一个小孩都视作对他的一个威胁。那我们这个杏仁体就是这个 amygdala， 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看门大爷。它的逻辑呢，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控制我们大脑情感的一个中枢。它会通过你的眼睛、耳朵听到的、看到的，甚至我们想象出来的一些场景，它都会去非常快的分析，然后他去审视这个是不是对他的一个威胁。一旦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他威胁之后，他就会给你的下丘脑呢释放一个信号，让你的下丘脑再去释放一些荷尔蒙。这些荷尔蒙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皮质醇啊、肾上腺素啊、去甲肾上腺素啊，它就让你紧张啊。它一紧张，它就会更消耗能量啊。这个原始的作用啊，其实是让我们人类的老祖先去避免生命受到威胁。比如我们祖先看到个老虎啊，它本能反应就是跑，它不需要它大脑去想。它就是10毫秒的时间，他们的这个或者我们的这个 amygdala 就会马上启动，它就会告诉你，然后你的心跳呢就会加速，你手心出汗，然后你就反应
或者是你跑啊，或者你藏起来，对吧？如果我们碰到一个比较弱的东西，比如说一只小耗子，一只小老鼠，我们确实膈应，东北话叫膈应，你就可能一脚把它踢走了。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反应叫 fight， 刚才那个叫 flight， 那这个就是英文讲的叫 fight or flight 这么一个机制。它还有第三种就是 freeze， 就是你会定住，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一只熊，然后你定住了，可能活的几率比较大。就是我们祖先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机制，但它们能让我们这个种群就是一直延续下去啊。这个每个动物基本上都有 amygdala 这个杏仁核，它都是趋利避害的一个它都是为了让它那个种群延续下来进化出来的一种机制啊。我们人当然肯定有，它就有个错位，就是现代社会没有那么多生死攸关的这么多危险，你吃喝拉撒睡，你温饱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吧？这个看门大爷，他看到哪个小孩不顺眼的，他还是会觉得对他是个威胁。尤其我们这个人类是个群居动物，所以我们祖先还进化出来一个，就是你被种族抛弃，它就是对我们的生存一个威胁。那对于我们去判断我们会不会被我们的族群抛弃的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部落里头的其他人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插话啊？但是如果话语权都在他们手里头，我们没有话语权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控制这个说话或者是所谓这个部落的会议的走向的。这时候我们的 amygdala 就是这个杏仁体啊，会告诉我们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们被整个部落排斥的一个危险信号。那可能在1万年前、5万年前被我们的部落逐出去，就是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说，那它可能就意味着死亡。但今天它不是，对吧？但是我们这个 amygdala 它没有在这1万年前进化的那么快，所以它还是会发射这些危险信号，这就会导致啊，你会上已经不会说话了。但同时呢，你这个杏仁体，你这个看门大爷，你这个保安大爷，他会继续告诉你，你被这个族群、被这个部落排斥了，然后你的手心就开始出汗，然后你就开始疯狂的消耗自己的能量。有人在紧张的时候啊，这个激素分泌的时候，你会变得非常 alerted， 就是你的精力会非常集中，但它是会非常消耗你大量的能量的。最后呢，可能这个会上它就会触发你这个 freeze response， 就是你冻住，你就啥也不说了，你就僵在那儿了。然后你的大脑呢就直接断电，它在那儿求生，它处于一个求生状态。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你一句话没说完，开会开完之后还特别累啊！你的身体其实是一直因为这个保安他在一直打仗。从你老板那个方面呢，他看到的就是你没有贡献，你没有 contribute， 你没有 presence， 他给你的标签呢就是 you need to speak up， you're not vocal。那你越紧张，这个标签贴它越死，对吧？那怎么办呢？我就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它其实不难。它最简单的一个入门的技巧啊，就是你先开口啊，你先说话，你要给自己制定一个规则，就是你开会永远做第一个发言那个人啊。说什么呢？那就看场合了。这大会上，我一般10个人以上，我就会用一些这个 quick win 开场，给这个会啊定个调。就具体的话术就是，你比如说简单的版本就是 Hey folks, before we kick off, I just want to share a quick win from last week。然后你把你觉得这个 quick win 说出来。第二种话术，我可能会说 Before we dive into the meeting, I'd like to share a quick update on something we made a big stride last week。就是你把上周的成果，你一句话把它说明白就行了。第二种场景呢，可能是个小会，就是3到5个人啊，你可以用 alignment question 去开场啊，就比如说你跟你老板在这个会上关系比较熟，你就可以问，比如说你老板叫 Joe， 那你就可以说 Hey Joe, what do you want us to walk away with by the end of the meeting？ 如果你关系一般的呢，你就是说 Before we dive in, is there an ideal target for this meeting that you want us to walk away with？ 第三个就比如说你是 host， 你是组织这个会的，你老板是旁听，你就可以说 Hey, I'd like to align us on this goal first， 然后你把这个 goal 说明白，然后你再问就是 Any objections before I start， 你就挑一个比较顺口的练熟了就行。然后说回我自己，我觉得那几年呢，其实就是一个这个 middle manager 到这个 senior manager 升职那几年，有很长时间老板都说我 you're too quiet 啊，就本身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然后我就用这招，我每次会呢，我就抢着第一个去 share 这个 win， 然后我把它练熟了，练成我的肌肉记忆，就是我到一个会我都不用想，我自动我就变成第一个说的那个人啊，它能弥补我不是母语者这个天生的这个劣势。其实具体的你可以看这本书，这个老李看的已经皮儿都已经没了哈，就是我13、14年前看的，就是挺有名的，叫 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文叫思考快与慢啊。我这是很长时间读的一本书，这个
啊，不好意思，皮儿没了。我的书长什么样放在这个视频里头，你能看着哈。写这个书的呢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其实他是个心理学家啊，也应该是唯一一个心理学家得了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啊。他有一章讲的就是啊，这个我们脑子里头有2个系统，2个 system。一个是快的，一个是慢的啊。习惯性的东西放到这个快的系统里头啊，它讲的更细。但是我就通过这本书，可能是17、18年的时候，我又读了一遍啊。它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这样，就是你把习惯性的放到你的 fast brain， 也就是你 fast brain 其实就是你的习惯性脑啊。那这样的呢，你就可以 hack your brain， 在每个会上你的策略就完美规避了刚才我说那3件事儿，就是我刚才说的 what to talk about 这件事儿，因为你之前已经准备了，你就直接说出来就好了。How to talk about it， 就是你已经把这个 verbiage choice， 我就刚才已经给你了，你有这些话术，你就可以直接说。第3个就是 when to say it， 第一个说嘛，你这个事儿就完美解决了啊，你是第一个，这个事儿它就不是事情了，对吧？然后大概半年之后呢，我的老板给我的反馈就是 Mike，you've really stepped up。You know, in different meetings and people speak highly about your presence. 其实我只是做了这么一个小的改变啊，这只是比较一个入门的一个小 trick 啊。说白了，就它不是我变厉害了，只是我让我的小区那个看门老大爷 amygdala 让他提前下班了，不用谈。所以你下一个会呢，你就第一个开口，你试一次，你试就知道了。然后后面那种特别让你压抑的感觉啊，它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啊。行，今天就这样，拜拜。